这条围裙是我用旧牛仔裤改造的，上面的格子布装饰也是旧衬衫剪裁的。顺手也做了一条同系列的头巾，把零碎的布料好好用完，也让整个搭配更完整。穿上自己亲手做的围裙，做家事的时候，心情好像也更好了。在一成不变的日子里，试着加一点点小乐趣，替生活添上一抹温柔的颜色。围裙穿好，头巾绑上，今天的慢生活就从厨房开始。小时候，我其实很喜欢看电视里教做菜的节目。那时候的我也说不清楚，是因为热爱美食，还是喜欢那种动手把东西变成美味的过程。或许兼而有之。看着大厨们利落的刀工，刚刚好的火候，那些平凡的食材在锅里一点一点变化，变成美味的佳肴。那些画面就这样悄悄留在记忆里。长大之后，在父母的照顾下，我几乎没有进过厨房，每天都有热热的饭菜等着我。偶尔，我还会觉得爸妈的手艺不够好。直到我自己成了家，开始为一个家准备3餐，才慢慢明白那些被照顾的日子有多幸福，也才真正体会到父母对我的疼爱和他们默默付出的辛苦。现在我远嫁他乡，1年只能和父母见1次面，想到这里，心里会有一点点愧疚，也常常想着等孩子再大一点，一定要多回去看看他们，好好陪陪他们。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太多做菜的节目，即使没有什么实战经验，结婚之后我却很快习惯站在厨房里，靠着记忆里的画面，还有那些网络上的料理影片，一餐一餐慢慢学会怎么照顾一个家。只是从会做到熟练，真的走了很久，不只是手，还有心都在慢慢适应。从一开始对新生活的新鲜感，到后来每天围着孩子围着灶台，有一点点疲倦。特别是来到台湾之后，没有父母帮衬，什么都要自己来。对一个曾经备受宠爱的独生女来说，那段日子像是从天堂走进了现实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来台湾4年多，时间慢慢过去，我也慢慢适应了现在的生活，习惯了没有朋友，没有太多社交的日子，也习惯了和自己待在一起。其实我本来就喜欢独处，喜欢安静的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也在这样的日子里真正适应成为一个大人，成为妻子，成为妈妈，成为那个每天为家人准备晚餐的人。现在的我没有过多的欲望，只想慢慢做喜欢的事，也慢慢充实自己。日子也一样，慢慢来就好。沙茶炒羊肉是台湾热炒店里很常见的一道菜，
也算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街头味道。其实我很少去热炒店，总觉得那里有点吵，桌子之间距离很近，人一开心，说话声就会不自觉地变大，对带着孩子的家庭来说，并不是那么合适的地方。但我常常会想起，第一次和朋友来台湾自由行的时候，坐在热炒店里，吃着刚炒好的菜，喝着冰凉的啤酒，随意地聊着天，那种自在的感觉，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那时候总觉得热炒店就是当地人的生活。有了孩子之后，选餐厅多了很多考量，大多时候会选择环境干净也安静一点的地方。记忆里只有一次和家人在热炒店里聚餐，却已经不是当年的感觉了。年纪不一样了，心情也跟着不一样了。不过我想，或许有一天能和某位聊得来的朋友再坐在那样的热炒店里，不急着吃饭，不赶着回家，只是慢慢的再感受一次那种属于当下的自在。今天就一个人在家里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，虽然已经物是人非，但还是记得年轻时的模样。没有朋友相伴也没关系，就让自己和电影来一场安静的相约。我看的是法兰西特派周报，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法国一个虚构的小镇里，有一间美国报社。整部电影就像在翻阅一份老报纸，一篇短篇，3篇专栏，再加上一则讣文，慢慢带着我们走进那些报社员工在当地的日常与故事。电影开头的那句话，一切的美好皆是幻想，好像早就告诉我们，这是一部写给过去的电影。导演韦斯·安德森那熟悉的画面，对称的构图，缤纷又复古的色彩，黑白和彩色慢慢交错，像是在提醒我们哪些是现在，哪些是回忆。这不只是一部电影，更像是一封信，写给那个纸本杂志慢慢书写、慢慢阅读的年代。杂志创办人去世了，而杂志也随之画下句点。有些东西不需要急着留下，它存在过就已经很美了。来百货公司逛一逛，一进来就看到好多圣诞节的装饰。你们会在圣诞节买这些回家布置吗？我们家其实没有过圣诞节，但这些装饰看着真的好可爱。这是毛毡做的小老鼠吗？手里抱着一棵小小的圣诞树，还拉着雪橇，旁边雪人和圣诞老公公排排坐。我很喜欢逛这种设计小物的店，看看别人的创意，也吸收一点灵感和审美，让我的旧物改造可以更丰富一点。这个布艺化妆包花色很漂亮，是采用行缝工艺，配色也很用心。我很喜欢这个款式，其实我也做过一款类似的单肩包。这些布艺娃娃真的很惊艳，每一个造型都不一样，有精致的小贵妇，也有时髦女郎，我好像爱上它们了。挂在包包上也很吸睛。今天出来走一走逛一逛，收获了满满的创意，也收获了好心情。在公园捡来的树枝，之前用旧牛仔裤改包包剩下的布料，还有儿子穿小了的睡衣，一边整理一边就想起他婴儿时的可爱模样。这件也是他的衬衫，棉布的，好像也没穿几次就已经小了。
小孩子真的长得很快。这条牛仔裤是我之前开服装店时剩下的，有一些瑕疵，其中一只裤腿已经被我做成了一只包包。今天就来用另一只裤腿吧。我已经用旧衣服做了很多包，每次出门都可以背着自己做的不同包包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手作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事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静下心来，只专心做一件事，很容易就进入到那种心流的状态，而且完成之后真的很有成就感。缝纫其实我也刚学不久，还算不上熟练，但我很喜欢学习，就像做菜一样，做着做着就会越来越顺手。这是日历印章，每一年都可以用，可以拿来做手账，也可以发挥想象，用在不同的地方。今天我打算把它印在布上，先全部印好，等一下再一个个剪下来。你们猜到我要做什么了吗？已经12月份了，2025年也要过去了。我想做一个布艺挂历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印好之后是这样的，一共要印12个月份。开始剪了，布料有点软，其实呢不太好剪，每一下都要小心翼翼。这块牛仔布有点厚，用花边剪刀剪得有点吃力，一共要剪12片。我的手，好吧，谁叫这是我自己的创意呢？为了做出心里想要的样子，手痛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。接着把印好日历的布车缝在牛仔布上，我用的是 Z 字线机。其实缝纫机很多功能我都还没怎么用过，目前最常用的还是最基本的那些。缝好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是做花瓶，纸样是我自己画的。我会做很多手工，但画画一直是我的弱项。很想学，却总是没有真正开始。不过现在有 AI， 或许我可以稍微偷懒一下。先在布上画出花瓶的形状，再把它剪下来。把12个月份的小布牌先用珠针固定好，这时候大概的样子就出来了。每一个月份牌我只缝了3边，最上面一边不缝，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小口袋，可以当收纳用。就快要完成了，心里已经开始有一点成功的喜悦了。花瓶的布料有点薄，我加了一层铺棉，让它更牢固一点。接下来就是一直踩缝纫机，最后拿出在公园捡来的树枝，再准备大约120公分长的绳子。这根树枝是我和儿子一起捡的，那时候就想着拿来做挂历，现在看来真的很刚好。这次用到的材料几乎都是废物再利用，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把家里不用的东西拿来改造，哪
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装饰，也会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说到为什么开始做旧衣改造，一开始是因为我之前开服装店，那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衣服真的多到穿不完，很多衣服甚至还没怎么穿过就被丢掉了。而我自己以前也很爱买衣服，买到家里都快放不下，丢掉又觉得很可惜。所以我就想，能不能让这些衣服换一种样子重生？就这样开始了旧衣改造之路。完成了，因为布料有弹性，有几个月份稍微歪了一点，但这样反而更有手做的感觉了吧。最近读了这本《努力但不费力》，一开始我也在想，怎么可能努力又不费力呢？但看完之后才发现，作者要我们做的不是自我催眠，而是简化再简化。我们平常很容易把事情分成两种，一种是重要但很难，另一种是简单但不重要。但作者提醒我们，其实还有第三条路，把重要但困难的事情变得简单。那要怎么做到呢？书里提出了3个方法。所以努力但不费力不是偷懒，而是让自己用更好的方式做事。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更努力，还可以更聪明。这本书推荐给想把日子过轻松的你。